你有沒有發現，今年的錢好像越來越薄了？以前拿1000塊去超市，推車能裝滿，現在推車還沒辦滿，錢包已經見底。有人笑說這是通膨，其實那不只是數字上的上漲，而是你辛苦一整個月換來的勞動價值在被慢慢吞噬。你以為這是暫時的？不，這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。真正的大蕭條，2026年才會來。你可能會想，這種話聽多了吧？每年都有人喊崩盤，結果股市照漲，房價照飆。可是這一次不一樣，不是因為危言聳聽，而是數據真的開始反轉了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預估，2025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不到 2.5%， 這已經接近警戒線。台灣出口連續5個月衰退，製造業採購指數 PMI 跌破榮枯線，美國債務突破38兆美元，日本央行拼命印鈔寶匯率，結果通膨反而壓不住。整個世界像是一座老舊的發電廠，電燈還亮着，但電壓已經在閃。在這種局勢下，錢不只是難賺，而是越來越虛。你可能還在領同樣的薪水，但買不起同樣的生活。更糟的是，下一波大蕭條不會像2008那樣從金融業爆，而是從每一個普通家庭的現金流斷裂開始。所以接下來最重要的是，不是你賺多少，而是你別亂花在哪些地方。聽好了，我要說的不是節儉哲學，而是生存策略。這9種錢一旦花錯，你會在風暴裡先被捲走。第一種，房貸。台灣人最執着的一件事是什麼？買房。有土斯有財，這句話在父母那一輩幾乎是信仰。可問題是，那時候的房價才是人能負擔的。現在呢？你去台北看，一間30坪的老公寓要價1000萬。新北、桃園也不遑多讓。我認識一個在竹北上班的工程師，年薪100萬，照理說已經算中產了。他去年忍不住上車，貸款800萬買了一間2房。剛開始覺得自己終於有家，結果沒多久公司裁員，獎金砍半，每個月房貸4萬，壓得他喘不過氣。他苦笑說，我買的不是房子，是債務監獄。你看，這就是陷阱。銀行不會告訴你真相，他們只會讓你覺得趁低點買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銀行永遠贏。他們掌握利率、週期、放款節奏，當經濟一放緩，他們就收割那些在高點衝進去的人。你以為撐30年很長？其實30年不過是銀行算好的收割期。經濟學家早就提醒，台灣的房貸負擔率已接近歷史高點，平均一個家庭要花掉60%收入繳房貸。換句話說，只要失業3個月，一切都崩盤。2026到2028會是房市真正的分水嶺，不是要你恐慌，而是要你別急着背債。有自住房當然無妨，但若只是怕錯過時機，拜託先忍3年。因為當資金鏈斷裂，市場信心崩塌時，那些你看不懂的價格調整才是真正的修正。記住一句話，當大家都想買房時，銀行最安全；當没人敢買房時，現金的人最自由。第二種，股市快錢。最近是不是常听到有人說 AI 概念股又漲了，趕快進場啊？聽起來熟悉吧？同樣的劇本在1999年、2008年、2021年都演過，只是換了封面。散戶永遠買在故事最动听的时候，那时候新聞在炒，朋友在賺， YouTuber 在喊多，群組裡貼滿截圖，今天賺10%，明天漲停，熱到讓人失去理智。高雄那位退休老師原本有一筆600萬退休金，去年听朋友說某檔 AI 股會翻倍，於是咬牙全押，還貸款加碼。結果呢？3個月內股價腰斬，他老婆氣得幾乎要離婚。他說那句話我永遠記得，我花了30年教書，卻在3個月學會什麼叫市場殘酷。
股票不是錯，但你若想靠它一夜翻身，那就是錯。因為你對手不是散戶，而是基金、量化、AI 程式交易。他們連你什麼時候下單、設什麼停損都算在模型裡。你以為自己在操作，其實你只是被引導。你知道嗎？根據證交所資料，2025年台灣散戶交易占比高達60%，但長期獲利者不到15%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85%的人在幫別人賺錢。所以我說，不懂的企業不要碰，聽消息的群組趕快退。真正的高手不是天天賺快錢，而是能熬得住寂寞，寧可手上拿現金，也不要做情緒的俘虜。第3種，詐騙投資。這幾年最賺錢的行業是什麼？不是科技，不是房地產，是詐騙業。台灣警政署統計，2025年光是假投資詐騙就超過500億元。想想看，這幾乎等於一個台中市1年的教育預算。那些打着老實帶單、保證收益、穩賺不賠的投資平台，你點進去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標上加碼。他們的算法比你想的聰明，看你的年齡，看你的手機型號，甚至看你瀏覽過什麼網頁，就能判斷你適合哪種餌。我曾幫一個被騙的退休阿姨追查，她在 LINE 群組認識一個自稱香港基金經理的人，對方每天發截圖，顯示賬戶天天賺5%。起初他只投50萬，真的每月領利息。3個月後，他加碼到300萬，結果平台一夜消失。他後來只說了一句話：“我不怕老，我怕被騙到老。”記住，高收益、低風險、保證回本。這3個字同時出現時，唯一確定的事就是你要出事了。詐騙不只是貪心，而是時代焦慮的投影。越是怕落後的人，越容易被假希望收割。你知道嗎？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，最容易被割的不是窮人，也不是富人，而是想翻身的普通人。尤其是那種想靠自己拼出一條路的中年人，最危險。因為當時代進入蕭條，拼錯方向比不拼更致命。第4種，重資產創業。很多人以為創業是改變命運的捷徑，但他們沒看到的是，絕大多數創業者連第2年都撐不過去。根據台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統計，近5年內開業2年內倒閉的比率高達60%以上。換句話說，每10家新店，有6家連招牌都還沒亮多久就得撤。我認識台中南屯的張先生，原本在科技業上班，年薪不錯，但他受不了朝9晚5，覺得幫別人賺錢太浪費人生。於是他把積蓄400萬拿去加盟一家連鎖火鍋店，總部信誓旦旦保證人潮穩定，總部帶宣傳，前6個月輔導經營，聽起來穩得很。結果半年後，疫情一來，通膨一起，原物料漲價，人流銳減，加盟總部一句自行調整，他只好咬牙苦撐。到最後，房租、人工、加盟權利金加在一起，1個月燒掉10幾萬。不到1年，他關門收場。那天我去他家吃飯，他苦笑說：“我不是創業，我是拿自己當實驗品。創業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聰明做。重資產創業，比如餐飲、零售、裝潢業，需要龐大投入，長期成本，你得撐住租金、人事、庫存，還要賭運氣。一旦經濟逆風，這種模式幾乎就是自殺。聰明的人現在都轉向輕資產創業。你有專業，先線上化；你會手藝，先用短視頻曝光；你想賣東西，先用電商試水。不管是賣知識、賣內容還是賣服務，重點是先用最小成本驗證市場，再談擴張。別再幻想開店才叫創業，那是上一代的邏輯。在 AI 和通膨時代，靈活性比規模更值錢，撐得久才是贏家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
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第5種，奢侈消費。社群時代最大的騙局之一，就是讓人以為看起來成功就等於真的成功。你滑開 Instagram、Facebook， 看到誰又換車，誰又在度假，誰又炫表炫包，久而久之，你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窮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那些真正有錢的人反而穿得最普通？我認識一位台中建商，身家上億，每次出門都穿同一件 Polo 衫。我問他為什麼不換，他說因為錢花在風光上，就沒得花在翻盤上。相反的，很多中產最容易掉進奢侈陷阱。他們不是沒錢，而是太想證明自己有錢。有人貸款買進口車，刷卡買名表、豪裝新家，以為這是对自己努力的回報。但他們忘了，奢侈不是獎勵，而是消耗。我記得一個大安區的黃先生，2年前砸200萬裝潢家裡。當時房市火熱，他覺得這筆錢不會虧，結果2年後房價修正，他那套豪裝成了沉沒成本，賣房還得賠價。他無奈地說，那時候覺得在投資，其實是在炫耀。通膨時代最重要的不是買得漂亮，而是活得久。你能撐過去，才有資格談享受。奢侈消費的問題在於，它會讓你錯覺錢還很多。但在經濟下行期，每一塊花出去的非必要支出，都是削弱你的防禦力。記住一句話，風暴來臨時，現金才是王。能撐的人不是賺最多的，而是花最少的。第6種，借錢人情。很多人以為借錢是善意，是幫忙，可你有沒有發現，錢一旦離手，關係就變味了？我講一個真實故事。嘉義的陳老闆，幾年前他的表弟說要開早餐店，缺50萬，信誓旦旦保證3個月一定還。陳老闆想着都是一家人，就沒多想，直接轉賬。結果半年過去，早餐店倒了，表弟失聯。他去找舅舅，舅舅說，你們年輕人的事自己處理。最後連年夜飯都沒在一起吃。這就是人情債的代價。錢沒了是一回事，連情也沒了。所以記住這條鐵律，急不借，窮不幫。如果對方是救命錢、醫療費，可以伸手，但若是拿去創業、炒股、還債、買車，那不是幫，是害。真正需要幫的是一時之困，真正不能幫的是常年之窮。人情的錢是最難收回的，借出去的瞬間，你就得做好拿不回的心理準備。如果你承擔不起，那就拒絕。要記得，你能幫的人不該超過你能承擔的損失。第7種，炫耀的錢。這個時代太多人愛炫，曬收入、曬股票、曬旅遊、曬名表，好像不曬就會被世界遺忘。但炫耀從來不會帶來尊重，只會帶來比較、嫉妒，甚至陷害。有位士林的工程師，我認識他時事業正旺。有次聚餐，他無意間說自己最近股市賺了100萬，結果話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公司內部開始傳言他搞內線。最後沒證據，但主管對他起了戒心，升遷名單直接沒了他。你看，錢能解決的問題是小事，但炫耀錢往往會制造問題。古人說財不露白是千年的智慧，低調不是懦弱，而是護身符。讓人看不清你有多少錢，才不會被盯上。別忘了，真正的高手都悄悄賺，靜靜花，沒聲沒息，卻越過越好。第8種，急功近利。這一點尤其要說給焦慮的年輕人聽。你問現在多少人一心想着快點賺到第一桶金？
太多了。可是賺錢這件事偏偏最怕急。台南那位年輕人加盟奶茶店，想快速回本，他打折促銷，天天搞活動，結果毛利被吃光，房租都付不出來，半年後倒閉，還欠朋友的錢。他說，我不是敗給市場，我是敗給急躁。對啊，急是最貴的代價，因為一旦你被快牽着走，就容易被騙，做錯決策，買錯東西。財富不是爆發，是積累。真正能活下來的，不是跑得快的，而是停得穩的。現在這個階段，最聰明的策略就是慢下來，穩現金，穩心態，穩節奏。因為接下來的2年，快的人會被淘汰，穩的人才能翻身。第9種，忽視人脈投資。在經濟下行的年代，最值錢的不是黃金，也不是股票，而是人。很多人不信，覺得人脈沒用啊，又不能當飯吃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當危機來臨時，能拉你一把的永遠不是錢，而是人。台北有位律師朋友，年輕時剛創業，客戶少到發慌，但他從不吝嗇幫忙，誰的合約看不懂，他都免費幫審；誰需要法律意見，他都義務給建議。朋友們笑他傻，說他不會算。結果幾年後，那些被他幫過的人陸續成了企業老闆、基金經理、創業家，他們開始主動把案子介紹給他。如今他事業穩，客戶滿，還成了各大公司的常年顧問。他說，我年輕時種的是善意，後來收的是信任。這就是人脈的本質。真正的人脈不是喝酒，不是寒暄，而是你在別人困難時能被想起，你說的話有分量，你出現時別人願意靠近。很多人只想在有好處的时候出現，結果別人也只在有麻煩的時候想起你。你幫別人3次，別人就會記得你一輩子。但你若每次都斤斤計較，別人下次連想到你都懶。2026年後這波蕭條，最能撐過的不是最聰明的人，而是關係最好的人。因為資源重分配的時候，機會不會公開上架，只會在熟人之間流動。一句提醒，一場合作，一個轉介紹，可能就決定了誰能翻身。所以現在開始，不要只想着賺錢，要開始經營信任。多去幫人，不是為了回報，而是為了在未來不被孤立。在錢變薄的時代，信任才是最後的資產。你可能会問，那我們普通人到底該怎麼辦？聽起來蕭條要來了，房價高，股市亂，詐騙多，創業難，物價漲。難道只能等着被收割嗎？不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怕危機，因為危機來的那一刻，也是財富重新洗牌的開始。你要記住一件事，大崩盤才是真分配。當市場大洗盤，那些槓桿太高的會先倒，消費太重的會先撐不住，而留着現金、有判斷、有網絡的人，反而能趁亂進場，低價買入未來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說，別亂花那9種錢，不是要你摳門，而是讓你在下一個週期來臨前留得住子彈。讓我給你一個畫面，想象2026年某個冬天，房市下跌2成，股市橫盤，裁員潮一波接一波。有些人焦慮恐慌，每天抱怨景氣差，但也有人安靜觀察，等別人賣出時默默買入。他們不是運氣好，而是早就準備好了現金。到時候你會發現，那些沒亂花錢的人會像冬眠的熊，一覺醒來又能活過下一季。而那些被奢侈、負債、衝動綁住的人，連過冬的食物都沒有。所以最後我想送你一句話，收錢不是小氣，是為了在风暴後還有選擇權。很多人覺得錢只是工具，但我告訴你，在大蕭條的世界裡，錢不只是工具，它是生存的空氣。當你没了現金，你的時間、尊嚴、未來全都得賣掉。所以現在
請你務必想清楚，那些花得輕鬆的錢，是不是正在偷走你的未來？那些看起來享受生活的消費，是不是只是掩飾焦慮？那些你捨不得拒絕的人情，是不是正在榨乾你的能量？別等經濟崩盤那一天才想起要節流，也別等資產縮水一半才後悔沒保留現金。風暴不會提前告訴你什麼時候來，但它一定會來。而能活下來的，從來不是跑得快的，而是準備久的。台灣有句老話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這句話在接下來的3年會變成生存信條。你要做的不是追風口，而是守底線。能守住錢的人，才有機會等到下一個週期。能忍住消費，看清陷阱，穩住節奏的人，才有資格在崩盤之後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。記住，這場遊戲不是拼誰賺得多，而是拼誰撐得久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別急着買房，別亂炒股票，遠離高收益陷阱，別輕信老師帶單，別重資產創業，別裝門面，別炫耀，別亂借，別急功近利，學會低調，守住現金，珍惜人脈。等別人忙着焦慮時，你要冷靜；等別人被割韭菜時，你要旁觀；等別人被債務壓垮時，你要準備。因為那一刻起，財富的歸屬就開始重分配。結尾，我只想說一句最實在的話：未來3年不是拼誰賺錢，而是拼誰不虧錢。誰能熬得住寂寞，誰就能在風暴之後笑着重來。你不需要成為天才，只要比別人早一點清醒。而這份清醒，就是從今天開始。別再花那9種錢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